准备发给媒体的通稿我都看过了，整体都不错。但是夏言那个意见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去掉网络红人这样的标签，全部换成达人，这样可以覆盖更广阔的领域，吸引不同层面的客户。没有几天活动就要开始了，你确定要改动这么大吗？软件页面上，产品部和技术部可以做调整，时间应该来得及吧？我考虑一下。好。达人名单的空位现在还剩下多少个？我目前谈了25位候选人，不过这些人都是我按照新的标准来找的，具体人选还是需要薛总监你这边确认。方案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徐总跟我说了。活动人选目前齐了，没有其他问题了吧？总监，昨天有另外一个活动，也找上了我们谈的5个头部网红，时间跟咱们定的有冲突。这5个头部网红说要把佣金提高50%，不然他们就不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要违约吗？因为之前他们承诺说要来，所以只签了意向书，合同寄过去了，但是还没有寄回来。合同的事情到现在没搞定，早干嘛去了？既然知道要邀请那么多人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在关键环节上进行把控啊？难道还要等到活动开始跑来跟我说场地被征用了吗？谁要是不想干，赶紧辞职走人，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跟精力。总监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艾米，那些网红他们都是临时起意，如果没有另一场活动，我相信他们会回来参加达人秀的。夏言，我告诉你，在职场上就没有如果这2个字。我明白，但是薛总监，我们应该分析问题的可能性。那你想到办法了吗？活动经费不可能增加，头部网红的数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就算你给我找来50个所谓有个性特色的达人，他们的影响力全部加起来也永远比不上5个头部网红。我认为事情一定还有转机。这么说，你想到解决方案了？暂时还没有。那就是以后会有。行，达人秀统筹组由你来负责。张总的活动是与国外网红合作，规格有多大你应该清楚。如果你们连佣金都比不过，为什么我要和你们合作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个广告定妆，先走了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找，你好，是蔡小姐吧？你是？我是夏言。啊，你好，坐吧。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几句话就走。今天就不打感情牌了，大家都是出来工作赚钱的，直接点，这样都省时间。好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根据我们这次活动的预算，蔡小姐所要求的多加50%的佣金，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达到。但是我们后续能给你的，会比你现在要求的还要多。漂亮的话谁不会说？张总找你们的活动确实是档次高、规模大，表面上看上去曝光度很高。但是我们秀我这次线上的达人秀活动会持续3个月 ，SG 所有的平台都会首页推广。我看过他们宣布出来的拟定人选，其中有15位的头部网红，定位和类型都与蔡小姐相似。但是，恕我冒昧的说一句，蔡小姐的热度并不及他们。我相信你的选择应该是跟我一样的。我就喜欢和爽快的人打交道。合同。
这个是黄总他们公司的成品研发报告，那这个的研发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他们公司准备在明年 Q1、Q2 上线的新产品。其实你也什么都不懂。看什么呢？刚才那个绿油油的帅哥是谁呀？他呀，他就是那个哪个呀？你口中的变态老男人。这么帅啊？喂，我午休可就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紧着点儿。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呀。知道啦，走吧，好好吃饭。你可没告诉我是这么有型的一款色狼啊！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啦。同样的话，丑男人说是骚扰，帅哥说呢就是调情。你遇上的这款，能和你调情，算你荣幸。我看你啊，跟他一样，变态了。既然你这么不受用，那不如交给我好了，1个月之内帮你搞定他。别了，他高深莫测的，跟你之前遇上的男人啊不一样。那更有挑战性了。只要我出马，保证让他除了我，对其他女人提不起任何兴趣，而且是一辈子的那种。那不是等于把你送进狼窝里啊？我乐意啊。喂，夏言，你是怎么盯活动的？王一婷肠胃炎犯了，她来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她肠胃炎犯了？违约金都打过来了，替补人选你有没有？活动可是还有1个小时就要开始了。既然我们宣传的是50个人，那必须到场的有50个。好，我马上回去啊。就走啦？出大事了！我之前联系的那个网红撂挑子不干了，我得回去联系个新的人。那牛排不吃了？走了，阿妈。喂。啊，是我。上次你跟我说那什么活动来着？哎，夏言，你可回来了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？别急，我刚想给你发消息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对呀，我们之前联络过的一个美妆达人，他突然说可以来了。谁呀？叫什么我忘了，反正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快准备一下吧，仪式马上开始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现场所有亲爱的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！谢谢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掌声和热情。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SG 与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“悦享秀我达人秀”启动仪式活动现场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首先邀请全场的朋友拿出热情的掌声，来有请 SG 夏言女士来到舞台上，为大家介绍今天达人秀的活动流程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，很高兴这次可以和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这么精彩的活动，是 SG 的荣幸，也是我个人的荣幸。我们达人秀一共分成2个部分，培训还有展示。薛总，公司为大家准备了为期怎么半个月的培训，你们又让别人顶上了？方便大家本来你就是备选，在平台我没说过你能上上台展现自己。可是我大老远赶过来参加启动仪式，车马费会给你报销都是拥有独特风格的生活达人。以后再有机会 SG 欢迎你们入驻，也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在 SG 拥有一段难忘的生活时光，拥有更高的人气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夏小姐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啊，有请出15位美妆达人来到舞台上跟大家见面，掌声欢迎。接下来就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北。好，北北，来这一位您是？ 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蔡欣。哇，名字非常好听的蔡欣。这一位您是？大家好，我叫辛迪。好，来这一位小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， 非常可爱的 Coco 小姐。好，我是云帆。
这杯。一杯是经典的是吧？棒了，棒了。这么多人啊，我们不会是迟到了吧？没事，你开始。真正的大牌都是要最后登场的。你看，先出场的也就这水平。就这气质，只配代言三流产品。那是，跟我们家爽儿肯定没得比。来，合作愉快，来，合作愉快。干杯！哎，我去跟朋友打个招呼。交给你了，加油！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看起来好面熟啊。你认错人了吧？那可能就是老天爷安排你跟我在这儿见一面喽。怎么样，喝点什么 ？Waiter， 喝什么？你要是再挡我的道，我就会让你知道，老天还有其他安排。那就得看老天爷站在谁的这一边了。不是想找人喝酒，我陪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们才刚认识，你还不够资格。着急啊！男人通常不喜欢太上杆子的女人。女人也不喜欢这么啰嗦的男人。有人说过，你睫毛很长。我不吃这一套。我们家夏季度代言人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？你说什么？新州最大的整形医院。原来是来打小广告的呀！你别瞎说啊！我们家是正规机构，全国连锁，广告代言一出呢，大街小巷贴的都是你照片，到时候你一出门呢，就跟偶像一样。怎么样？想想是不是都很激动？眼睛要是用不着的话，可以捐给需要的人。眼睛要是用不着，怎么会发现你这么好看的女人？马克，什么？小领结挺帅啊，今天。也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啊？我同事马克。马医生好。我闺蜜爽儿，小磊。马医生，你到底是整形医生还是外科大夫？一边是家里生意，一边是个人手艺。不过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是动刀子，你有任何需要呢，随时来找我。大表姐，我帮你确诊了一个眼睛有问题的病人，交给你了。今夜的星光闪耀，离不开每一位达人，更少不了铺设这一片星空的 SG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年轻帅气的 CTO 许成义先生上台讲话，有请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 party， 也非常感谢美丽的达人们作为 SG 的合作伙伴来到这里。今晚你们就是主角。非常感谢大家对 SG 的信任，相信在 SG 的加持下，你们的未来不只是网络买手，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等着你们。徐总说的实在是太好了，今天这里是达人们的舞台，你们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演出。徐总，那我们今天也增加一个环节，由我们 SG 的员工表演个节目，您说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可以。好，徐总演一个。
总演一个，我们要徐总。对，徐总。我。哎，谁来表演啊？可不是你们说了算的，可要让最爱听歌的人上台来表演节目。那接下来，请 SG 的员工拿出你们的手机，将主页的截图发送至我们的后台，看看谁的网易云音乐等级最高，我们就让谁上来表演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请看大屏幕。经过后台工作人员的汇总，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结果是，徐总与这位夏小姐并列第一。看来这位夏小姐与我们徐总还真是有缘啊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位美女夏妍女士上台，有请。那么下面要让我们的徐总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？可是我不太会唱歌。不会唱歌啊？那可不行，大家能同意吗？不同意。你不是会弹钢琴吗？你弹我唱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啊？你简历里边写了呀。下面请欣赏由徐总跟夏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。那么借这个机会，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 SG 的新员工，叫夏妍。他虽然刚入职不久，但对达人计划和今天这场 party 的筹备尽心尽责。他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，来配合运营部的工作。我现在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夏妍正式成为 SG 的员工，提前转正。
SG 是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，无论是我们员工，还是和我们签约的达人，还是和我们携手共进的合作方，你们的付出和心血，你们的鼓励与支持，才会使 SG 变得更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各位达人们 ，Party 继续进行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徐总的精彩发言。动情的歌声总是能够打动人心。看起来一表人才的，他还真挺会伪装。人都是有隐藏性的，而且隐藏起来的那部分，往往和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。没想到我们合作的还挺默契的。徐总，这样会让人误会的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你有话可以直说。好，那我今天就直说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会错了意，我还是跟您重申一次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。哦，看来关系还挺不错的。巧了，我也有事儿告诉你。那分手吧。他们聊什么呢？你应该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吧？谈不上，你完全有更好的选择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姐妹穗儿的故事？如果你要没听过的话，就去网上查一查。徐总，有空吗？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。喝一杯啊。好啊，请。夏言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你转正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挺棒的？今天特别棒啊！夏言啊，你刚才和许成义聊什么呢？我看你表情特别奇怪。他让我跟林浩分手。什么？他太过分了吧？他为什么这么说呀？说了什么理由了吗？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他的话能信吗？本来他今天突然给我转正，我还挺感动的。谁知道他？我觉得他就是另有目的，就像大表姐说的，他就是想一步步的试探你的底线。你到这家公司，应该是他叫你来的吧？会不会从一开始他就另有目的？但那时候我俩也没见过几面。可是他今天都这样说了，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骚扰你啊？先别慌，自己留点心，该录音录音啊。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件事告诉林浩学长吧，说不定他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呢。我再想想吧，别担心。徐总，你和我认识的很多男人都不一样。我应该把你这句话当作称赞吗？其实我们很像，表现出来的很多特质会让人误会。阅闻即将。别人都以为我是个游戏人间、玩弄男人、不珍惜感情的人，可以风花雪月，但不羡慕天长地久，只贪恋一时的激情。因为太快表现出兴趣，总让人觉得儿戏。可其实，我愿意出手的，也都是我动了心的，只是程度不同吧。没想到你对自己分析得很透彻。而你那些精致而模棱两可的调侃，自信到不可一世的处事风格，也都是表象而已，是别人眼中的你。其实你啊，骨子里对感情保守，甚至畏惧，看上去来者不拒，实则是变相的拒绝。只是你这大灰狼的面具戴久了，真遇上个你对人家有意的，也早把人家吓跑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像，
都是不经意间把自己活成了面具的样子。好在我不是小红帽，我不会被你吓跑，更不会对你忘怀却步。你已经请多了。他们公司邀请的。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？韩爽呢？光刚还在这儿呢。许成义也不见了。他不会是被许成义带走了吧？他要把许成义给……他这电话里说的不清不楚的，我们去哪儿找他呀？许成义故意借着喝醉欺负韩爽呀？你有没有许成义的微信？打一个给他。不接呀！来给手。好。喂，哎，你可算是接电话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去找你。许成义走了。好，那你快下来吧，我们在大厅等你。好。先别着急了，等他下来再说。爽儿，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可下来了，你急死我们啦！没事，好累啊，回去吧。许成义到底对你做什么了？他人呢？他还真给了我个惊喜。你们不会真的？对呀，真的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有必要的话可以报警的。对呀。他不是喝多了吗？他怎么走的呀？夏言，我都说了别问了，你还要这么直接加间接的问东问西，你到底是关心我呢，还是后悔把人拱手让给我了？我当然是关心你啊！夏言，那都快急死了！你着急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着急的想问，我和许成义是不是借着酒劲儿把该做的、不该做的都做了？是不是许成义欺负你了？我找他去。站住！夏言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是闺蜜，你向我们诉苦，我愿意为你两肋插刀，收拾个男人算什么？但你真的没有必要假惺惺的瞒着我，让我变成别人眼中的笑话。我瞒你什么啦？韩爽，你怎么了？那我就明白的告诉你们。他反复提起的那个言语可疑、行为骚扰的男上司根本就不存在。许成义对你是真的感兴趣，别人扑上去就是热脸贴冷屁股，自找没趣，而这些，我们聪明的夏言怎么会感觉不到？你是不是还挺享受这种被人追着的感觉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是吗？你这么着急阻止我们，为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你明可以一早就告诉我的。移情别人不犯法，没必要这么绕。说。你喝多了，别胡说八道。夏言，他肯定是喝多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了，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大月姐，我先走了，你送海水回去。不用了，该走的人是我。放心吧，你们俩赶紧回去，我送他。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问了，我真的好累。好了，回家睡一觉，明天再说。不是我说，你这都录的些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也看不了。我看上的人，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。哇，行啊，只要我看上的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，玩的够刺激的。哎呦，你拿来吧。哎，没看完呢。非礼勿视，听说过没有？那我还因公负伤了呢。别说，这 Coco 小姐还真挺辣的。你喜欢？哼。哎，但我就是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菜，所以呢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今天跟你演出的那个夏言，是不是就是上次你说要拯救的那个女孩？哎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的好兄弟，终于又可以打开心扉，迎接滚滚红尘。我也是了了一桩心事。什么呢你？我说了，他不是我的菜。少来了，徐成义。自从我大3那年送女朋友回去，路上被你拦下来跟你搭讪，到现在已经8年了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有多少次像现在这么轻松自在？什么叫搭上啊？我说你这个人，你就不能用点类似于邂逅这种高级点的词儿啊？少给我打马虎眼，赶紧告诉我怎么回事。我说了，他不是我的菜。哦，他不是你的菜，难道说，哎呀，滚一边去！许成义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可以再滚远一点。你太过分了。就我直播间主播标签不要固化，加上自定义设定，还有调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。徐总，占用你3分钟。那先这样。我给你5分钟。首先，我要向你道歉，因为我的缘故，让我闺蜜进入了公司的项目。那天 party 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没有及时制止，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对公司、对朋友、对你，都欠妥当。但这些事情的前提，是因为自打我进公司以来，你的一些言行已经严重的干扰到我的个人生活了。我再郑重的说一次，我不会和我男朋友分手。
时间有富裕，你还可以总结陈词。韩爽已经离开了闺蜜星球这个项目，不管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他说都到此为止，他也不会缠着你。所以今天在这里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：从今以后你我之间只谈公事。很抱歉，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。好，那我只能辞职了，请你批准。刚转正就辞职，你的简历会很难看。我不在乎，反正又不是所有公司都像 SG 一样只看重简历。小地方当然是无所谓了，大公司是一定会看的。就算你再优秀，也得需要一个大的平台来让你展现自己。我会用能力证明我自己的，不用你担心了。可是你拿着这种简历，恐怕是连一个面试的资格都拿不到，如何证明自己？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一份如意的工作确实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身边的人更重要。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工作的缘故受到伤害还有困扰。徐总，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前途，就不会让我陷入现在这种工作和个人感情非要选择的地步。你这是在指控我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请你批准我辞职，然后再让人事部给我开一份主动离职证明。不错嘛，你还知道吃一堑长一智。如果你一定要走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但在你离职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手头的工作先完成再说？我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我手头上现在没有其他项目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秀我平台上要添加一项比价功能板块，这个任务需要技术部和运营部共同来完成。我已经指定由你来负责，你先完成这个再说吧。哎，是不是我完成了任务，你就可以批准我辞职？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坚持要走的话，没问题啊。还有，在这期间，你不能告诉别人你要辞职，以免造成混乱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让夏言负责比价板块，可是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夏言，进来一下。总监，你找我？坐下说。哦。你在面试的时候跟我说过会让我刮目相看，你也的确做到了。3年来，你是我们运营部第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。你的成绩就是运营部的成绩，恭喜你！谢谢总监。你能够提前转正，这对你、对运营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，会让你更有归属感，做事情更安心。但对于我来说呢，以前你要是做了什么错事，我还能给自己找找借口，可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你做的一切负责。我会努力不让总监失望的。徐总虽然兼任 COO， 但实际上负责运营部的人是我。你要是出了任何纰漏，实际承担责任的人也是我。你已经不是职场新人了，有一些规矩你应该懂。越级上报是大忌，你应该向我汇报工作。我知道。但我刚刚去找徐总，是因为一些私事。上班时间在办公室讲私事，也不完全是私事。以后我会注意的，尽量不跟徐总接触。你要注意的不止这一点。以前你在实习期，末位淘汰制不适用于你，但现在既然转正了，就要随时被评估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好。没事了，出去吧。
家里平白无故多了一套护肤品，无功不受禄啊！不要算，送你浪费。这什么东西呢？就那什么明星，长得挺难看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哎，想不起来了。他前几天啊新书发布会，我跟你要了一本。我又不是他粉丝，你给我这干嘛？哎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我就去拿给小磊，让他送给他的学生。哎，那些小鬼他们看得懂吗？送给他们多浪费啊！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送来了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。不生气啦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啦？不小气，干嘛好几天不接电话？我那是在气头上，怎么伤人怎么说。我怎么知道你几个电话打过来，我会不会再说伤人的话啊？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想哄我，还是想跟我吵架呀？瞧你戏精那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准备辞职了。辞职？干什么？我想清楚了，公司那边说，等我忙完手上的项目就可以辞职了。知道你够意思，不过意思意思就行了，干嘛真辞了呀？而且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份工作。那什么，辞职信能不能要回来？也不全是为了你，就当我跟这工作八字不合吧。我认识你也有6、7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相信算命的呢？好啦，好啦，我都想明白了。工作可以替代，但是我在乎的人没有办法替代。伤害我和我闺蜜之间感情的人必须处决，伤害我跟林浩之间感情的人更必须处决。这次是我过激了，那些话我说出口我就后悔了，根本就不怪你。不过，你那天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才那么炸毛的呀？又问。这么刨根问底，你是不是向妈妈附体啊？哎，你这么说我姨妈，小心我告状去啊！你告去吧。总之你别问了，真的不是生你的气。你要实在不想说就算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们几个，更不会推你们几个出去试探谁。知道啦。说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。真以为你是那什么测出来的思想家星球来的呀？那你也用搜测一测，你是来自什么星球的？说不定可以匹配到一个 soul mate， 就把你给收了。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，只能让你请我喝酒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您喝，我负责开车送你。我就住上面的酒店，不用开车。那我陪您喝。算了，不想喝就别喝，反正你又不像我，不需要借酒消愁。郝总有什么愁的？能不难过吗？结束的不只是婚姻，朋友、事业全没了。也不是全没了，不是还有我们这个项目吗？现在这个项目只是替别人搭桥，我没有自己的公司，很难揽到大的生意的。那就再成立一家公司啊，以你的能力，新公司一样可以风生水起。成立公司在哪？哪都可以啊，比如新州，你有这么多人脉，成立公司绰绰有余。你希望我留在新州？也不一定是新州，深圳、上海都有那么多合作过的公司，就看你想待在哪儿了。我想留在哪儿？你猜不到吗？哎，徐总，
这么巧，又见面了。郝总，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，来出差。我的事儿你没听说？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，恭喜啊！所以过来见个人，说不定就留下了呢。这是徐总的地界儿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。郝总，你谦虚了，你人脉这么广，到哪儿不都是你的主场？对了，徐总，介绍你认识一位我特别看好的青年才俊。这位是易天公司的销售主管林浩，这位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许成义徐总。这位是马克。徐总啊，不仅是 SG 最年轻的高管，而且在新州甚至是全国也是技术水平最过硬的 CTO。你以后要多多向徐总学习啊，徐总，你以后也得多给我们年轻人机会。郝总，说多了。好像是有点。我该回去了，你们继续。慢走啊。拜拜。你这衣服上都什么味儿啊？除了烟味儿就酒味儿，还能有什么味儿啊？那你下班回来就把衣服直接塞洗衣机里呗，那么懒。忙啊，每天都很忙。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怎么都没接呀？谈生意，陪客户喝酒，回来太晚了就没给你去电话了，怕吵醒你嘛。家里来过女同事啊？没有啊，我这儿就是个和尚庙，只为你开着嘛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口红吗？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从你衣服里面掉出来的口红。我衣服里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男的我又不用这个。用这干嘛？涂嘴上当小丑吗？还是当其他的什么东西啊？林浩，我很认真的在问你。今天怎么了？我没什么，我就想知道，这到底是谁的口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衣服口袋里？生什么气啊？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你别告诉我。你是买来送给我的，哎呀，而且还是用了一半的。夏言，你最近太累了，等你忙完了，我们去旅游吧。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没有接？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？我昨天在外面陪了一天的客户，手机没电了，你先冷。别碰我！你去哪呀？先别着急，我慢慢说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的衣服里面怎么会掉出一支女人用过的口红？我有点害怕了。好了，自己先别乱想。你跟林浩3年的异地恋都过来了，怎么现在反而不自信了？
我不是没有自信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。我看到那支口红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好像有一只猫一直在挠，我的脑子里啊，就一直出现那个姓许的跟我说的那些奇奇怪怪让我分手的话。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就质问林浩，冲他发火。可我明明知道林浩他那么好，就算我那样无理取闹，他还是会包容我。他还担心地问我，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，压力太大。一想到这样，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你现在想要解决问题，那咱们首先就要把问题弄清楚，到底出现在哪儿。不管是那个姓徐的对你莫名其妙的态度也好，或者是那个让你失控的口红也好，咱们都弄清楚了再说，好吗？夏言，你去哪了？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都没接，急死我了。是我不好，都怪我，让你误会了。找到口红的主人了。我在北京合租的室友小强，他女朋友放到我们公寓的。我回来前打包行李，不小心给卷到衣服里了。哦，啊，你看，这聊天记录。这个是他女朋友的照片。你要不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打电话，你亲自跟他确认。好了好了，收起来吧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忙坏了，等你忙完了，我一定带你去乌镇玩玩。啊！生气了啊？啊？有一家美容医院，哦，不对，是整形医院。整形医院的形象代言人是弟弟爸爸。弟弟爸爸，快，来了！来，说，准备好了吧？好好演，别紧张。OK。爷爷，这是我们医院，好好看一看啊！哎，向南，爷爷，向南，向医生，老跟您说的那个。向南，我爷爷刚从美国回来，没几天就生病了。肿瘤科的同事说了，让我问问老爷子还有什么遗愿未了，赶紧替他去实现，让老爷子踏踏实实的走。这个忙不一定帮。这么多年真是没白出啊！爷爷啊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学数学的事儿吗？我小时候啊，我就是拔着您的胡子一根一根数数数出来的。小时候我爸总拿割双眼皮的手术刀划我的书本。猫砂，他还老罚我跪猫砂，爷爷跪得我2个膝盖啊全是小窟窿眼儿。您还记得您是怎么教我的吗？
您拿咱家隆兄用的硅胶给我店膝盖底下，谁让咱家就这东西多呢？是吧？咱祖孙俩呀，一样做。不，爷爷啊，我知道，你跟我爸的教诲，我真的没法做到。你说我这是不是不孝啊？知道孝道啊，就冲我还能够喘口气，赶紧把孙媳妇儿啊给我娶回来。哎呦，爷爷啊，孙媳妇儿我给您找好了，就等着她叫爷爷呢。爷爷，哎，surprise！ 怎么是你啊？啊？我问你，向南呢？我来会会你们祖孙俩。爷爷，不是他，别理他。我问你啊，不上班吗？这你就管不着了，还是多关心关心爷爷吧。爷爷，你这胡子结不结实啊？不假，真的。什么真的？去！哎，这么大老头你也不放过，动手动脚的，懂不懂尊老爱幼啊？我对2个骗子，我用得着尊老爱幼吗？一个小骗子带了一个老骗子，我刚听半天了，没打315投诉你们算你们幸运。我告诉你，讲话呢是要负责任的，谁是骗子？爷爷，我问问你啊，你们家今年的整形医院代言人是谁啊？是那个下巴很尖，眼睛很大，那个谁来着？你看我这个记性啊！还有剧本呢，挺专业啊。生疏了，没背书啊。不是你还生疏了？我走了啊。我帮你把车子还了啊。哎，老头儿。哎，我们家大表姐你就别打主意了，就你这种不靠谱的，在我这关你就过不了。我靠不靠谱，用得着你操心吗？你胡说八道，向南就能信吗？你是真把别人当傻子，还是自己就没脑子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你这浮夸的演技，大表姐早看出来了好吗？你没看人都不搭理你吗？姐姐，我错了。你说吧，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我？别动歪脑筋到大表姐头上。韩爽，你今天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今天收拾了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二货。谁啊？你小心又惹上桃花债啊！我才看不上那二货呢，就是那个大表姐的同事马克，你们记得吧？他今天找了一个老头子，出演了病重爷爷苦求孙媳妇儿的苦情戏。谁啊？来啦！哎，小军你来了，怎么跑了一身汗？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你的婚结不成了？来这是谁呀？他弟。我要是不去他公司，我都不知道，还成天说他忙，啊，一会儿出国，一会儿出差，还吹他多喜欢你，多喜欢你。其实你俩早都掰了。赵小磊，你可真会撒谎啊，把我们全家人都蒙在鼓里了。怎么跟你姐说话呢？我们赵家人说话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姐经历这事儿多伤心啊，你怎么不安慰安慰她呢？她经历什么经历？她怕伤心，她别分手啊。她需要关心，我爸妈就不需要关心了。不跟你说这些，走。你哪里去？就在这说。是你说的要结婚吧？钱也借了，房子装了，喜酒定了，请帖也发出去了，亲戚朋友们也都通知了。这个时候你说不结就不结了，你让爸妈的老脸往哪儿放？我不是不想跟你们说，我是想等。你等什么？等着把咱爸妈都气死了。赵小军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咱们不说这个，现在你跟着我去找他赔礼道歉，这事还有会儿。
干嘛给他道歉啊？肯定是他犯驴脾气把人家惹生气了呀，不该他道歉吗？赵小娟，我告诉你，刘玉明他已经结婚了，就算他没结婚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结婚了。不是人刘一鸣多好啊，啊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事业有事业，你呢？啊，就是一个大学的助教，你找这么个人，你有什么不满足的你？你真的是作呀！你哪来的小土包跟我在这撒野？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？我刚就想出来，出去！凭什么我出去？这是我姐租的房子，你姐租的我的房子，我是房东。你看什么看？你姐给人欺负到家了，你不心疼？你爸爸认刘一鸣的畜生当姐夫，论丢人你是天下第一。看什么？滚！还看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……你别给我胖你！我跟你说，谁呀你啊？臭娘们儿！干嘛去？你别拦住我！赵小磊，你不会教弟弟，我替你教。算了吧，来我家闹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们别吵架，你们！破房子了不起啊，腿那么粗啊，这照了。别拉我！别拉我！小土包，这还是我家小区，你别动手动脚的你啊！你还追下来了？你给我破房了不起啊？我就了不起了！我跟他说，赵小娟，你姐跟刘一鸣没可能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也别再去找刘一鸣了，别给你姐丢人。丑话我先说在前头，如果你觉得你姐跟刘一鸣没有在一起，对不起你跑来新州这一趟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。别叭叭啥呀？啊，我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用个你娘们儿教啊？哎，我看你就是欠教，你叫什么来着？赵小娟怎么的？小土炮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家是怎么对待小磊的，今天有我们在这儿，你别想逼他做任何事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听不明白了，怎么着了？哎，还是听不懂是不是？还想打人呢？现在行，我不打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今天在新州有吃有住有工作，都是因为你姐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要再敢因为刘一鸣的事来逼他闹他，我们会让林浩开了你。还有，你爸妈那套对你姐管用，对我们可没用。你别老想着跟你爸妈告状，你这个混吃等死的玩意儿。你说谁混吃等死啊？我说你呢，混吃等死。再我说一句。我说你呢。哎，再说一遍。你别胡闹了。我胡闹？他说什么你听不见？闭嘴！我就不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爱说不说？你赶紧给你姐道个歉。我道个毛！我道！你好好说话，我现在还能放过你。小娟，赶紧回去。你看你交的什么破朋友？对不起啊，我替我弟给你们道歉。赶紧跟你爸妈解释清楚，爸妈那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找个时间，赶紧跟他们解释解释吧。你们别担心，我会跟他们解释的。别害怕，我们都在呢。徐总，比价板块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，最晚下周就可以上线。我的辞职。上次的达人秀操办得不错，今年公司的周年庆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已经和人事部主管说过了，调你过去帮忙。徐总，我不是流动打杂专员，哪里需要哪里办。更何况你已经答应我了，流动板块上线之后就批准我辞职。我记得当时有人在面试的时候跟我说过，希望全面涉猎，我给你机会了。周年庆的第2天就会发项目奖金，信息安全论坛和达人秀一起发放，你自己考虑。或许这笔钱可以让你度过一个漫长的求职岁月。嘘，有钱了不起啊？
出来见个面吧。你要不来，这单我可给别人喽。小磊，下来吃水果了。小磊，怎么一回来就把自己关房间里了？哎，对了，周五我们公司周年庆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下周五。嗯。你们公司周年庆，我去不大好吧？没什么，就是大家放松的一个 party， 没有什么规矩啊。他们都带家属来。怎么了？你有事儿啊？可能要加班。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，等周年庆之后，我就正式离职了。啊？那辞职，车还买吗？哦，我是说，辞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呢？其实我之前也挺犹豫的，毕竟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。只是，反正我左思右想，还是决定辞职了。所以到底为什么辞职？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吧，我们那个老板，他总跟我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而且他还跟我说让我跟你分手。会不会是开玩笑？你自己想多了呀？如果他真的对你做了过分的事，你也可以留好证据去向 HR 投诉啊。可是我，哎，算了，反正辞职都辞职了，就不想了。夏言，我发现有时候你做事怎么那么草率呢？你生气了？我这刚到新州，还没站稳脚跟儿，你那就把工作辞了，商量都不和我商量一下。这新州还能找到比 SG 更好的公司吗？你再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。夏言，我们两个都不是本地人，以我们现在的条件，什么时候才能靠自己在这里结婚成家？我是怕你太辛苦了，而且你都提了辞职了，还去把车定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几个月该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还有一些积蓄啊，而且我相信以我的能力，很快就能找到工作的。你之前不是总说要养我吗？现在机会来啦。那个夏言，我一会儿还有个会，我得先走了。那你路上小心啊！啊，到家打电话。